好，各位买好，我是董买买。每年国庆节之后呢，未来都会发布一份家电补能报告。那每年的报告呢，都是无比的展现换电的优越感啊。今年呢，照样又来了一份家电的报告，总共呢有2560座换电站，从9月30号到10月7号，一共提供了79.6万次换电，单日换电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10万次，历史新高。82%的车主们的高速补能需求都来自于换电。而且未来也有2.3万根充电桩进行了68万次充电，这68万次充电里80%的电量服务给了非未来车主，因为未来的充电桩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向第三方开放的，因为未来的车主们可以使用3分钟换电，大概等效怎么着也有一个30C 的换电速度吧，所以充电他们基本都是能不用就不用，所以80%的电量呢都是服务于非未来车主的。在一些平时人不多但是假期会爆满的冷门的一些景点，未来也布置了一些充电站，比如说在赛里木湖那儿，一天呢充电次数达了108单，在315国道的孤独星际的充电站，方圆200公里有且只有未来充电桩的地方，那一天呢充电量也有57单。有同学说这些荒凉的地区为什么别人不去做充电站呢？因为别人做充电站会亏本呐，未来也是亏的。但是未来觉得为了让自己的车主们体验好，那里就应该有一个充换电能力，让家电比加油更简单。这话在未来这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。然后整个国庆节期间呢，未来总共交付了60万的车主中，有10万的车主进行了跨省际的旅行，其中1200位用户累计行程超过了4000公里。经常我听到有一些不熟悉电车的人会说电动汽车没法跑长途，也许你的车不行，未来是可以的，乐道现在应该也是可以的了。所以呢，什么样的人适合换电？我觉得可以反过来说，下面这些事情如果你不想发生，那你就是适合换电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换一块电池10几万、20几万。这两天有一条新闻，大家可能都看到了，有奔驰的某款电动车，对吧？换一块电池要20多万。其实这个价格还蛮正常的，你不要去研究什么电池电芯每一度电多少钱，那个出厂成本其实跟消费者的售后成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就像特斯拉用6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，它换一块电池也要12、3万的价格呢。因为电池从电芯变成了电池包，从电池包到你的车上，有些车型它又不能换电，它需要拆装，对吧？把它拆装下来之后都需要人力成本的，再加上车企的售后部门是需要赚钱的，所以一块电池包10几万、20几万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。但是等到你的车是可以换电的时候，电池包的价格就便宜了。你看蔚来也好，乐道也罢，电池包的透明价格都是公布出来的，就是比他们便宜很多。这里呢，我们说电池包价格还是指脱保之后的价格，超过了电池的质保期之后，这个电池你自己要自费更换一块的价格，或者说你自己把电池包，对吧？通过某些崎岖的路面把电池包给磕坏了，恰好呢，这个你整车又没有保险，你需要去自费换一块电池包的价格。那蔚来也好，乐道也罢，这些能换电的车型的电池包就是不会动不动10几万、20几万一块的，那真的是太贵了。第二呢，有一些品牌呢会以消费者服务的名义喊你回 4S， 悄悄的呢跟你说检查一下电池吧，检查完之后跟你说，哎，先生你好，我们给你免费换一块电池。听起来呢，你觉得这个车已经开了2、3年了，换一块电池好像很开心，而且也不要钱。其实你想想看，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，车企才愿意免费帮你换一块电池？在你这块电池被检查、被更换之前，你究竟承担了怎样的风险？这些事情我觉得作为消费者们应该是去思考一下的。而如果今天你的车辆如果可以换电的话，每一次换电，换电站都会检查电池的外观，每一次换电，换电站都会检查电池内部的电芯，这就比电池只能在你车上没事干的时候不会去拆下来要安全的许多。第三呢，由于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，很多厂商都会要求磷酸铁锂电池进行定期的校准。那一般来说会要求你每周校准一次，你不校准行不行呢？大体上在前几年问题不大，随着你的电池使用的年限增长，不校准会带来的这个电量的差别会比较明显，所以呢，大家都会愿意去把磷酸铁锂电池校准。但是如果你家里没有慢充桩，你每周把电池校准当一个任务的话，那你还是挺辛苦的。你每周要到处找能给你充到100%的充电桩，这个还是挺难的。很多充电桩，尤其是快充，不让你充到100%，一般上他们为了翻桌率90%、95%，甚至热门时间点85%就让你走。而你为了
保养你的电池，你每周要去找一个地方给电池进行单独的充满，而且充满的过程很长，这个时间最后一点校验的时间又很慢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换电，你压根儿不在乎你的电池是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需不需要保养，这块电池需要保养的时候，换电站就会帮你充满。有的时候我们换电会换到一块100%的电池，那就是换电站对这块电池刚刚保养完给到你了，这种安心感，这种便捷感是不能换电的车给不了的。第三个呢，如果你的身体不够强壮的话，你能接受在国庆节假日的时候跟人在充电站门口练习拔河、练习拳击、练习摔跤，甚至动辄还要打110甚至120吗？而换电就变得优雅许多，距离换电站200米的时候自动下单、自动排队、自动泊车、自动换电，换完电之后你离开就完事儿了，整个过程中不会出现有别人插队的情况。对吧？说到这个插队，有的时候你在服务区充电，对吧？排队的时候排得好好的，前面有一个增程车，它本身电池又很小，充电又很慢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在排着队，你又尿急了，但是你却不敢下车，因为你担心你下车的车上没人，等到前面那台车走了，你马上就会被插队，所以你在那憋着，在那等着。就等着也就算了，要等多长时间？这个时间点不可控，这样的体验真的是太糟糕了吧？而换电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体验。到底要等多久？到底你的顺序是多少？前面那个人到底要花多长时间？你每一次的预期都是可靠的。还有的同学呢，买了一台电动车之后，想低成本的追求诗和远方。毕竟燃油车动不动那个4、5毛，对吧？贵的可能7、8毛、1、2块钱1公里，而电动车呢，可以很轻松的做到几分钱，甚至1、2毛1公里的过程。你就想低成本的追求诗和远方，结果厂商告诉你1年不能跑超过3万公里，否则你的终身质保没了，否则你的电池质保进行一些降级。这就让你过得太难受了吧？明明就想出门旅游一下，1年还要限制一个3万公里的里程，我觉得这还蛮过分的。反正换电的车型中是没有这种情况出现的。然后呢，在换电的过程中，你看着隔壁的换电车型一台一台离开，你自己还能慢慢的充电。可是你明明买车的时候说自己的车可以支持4C 充电、5C 充电，是吧？结果实际上到过节到高速公路充电桩的时候，你期待的充电桩能有120千瓦，甚至能有个60千瓦，你也就凑合用了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你看着隔壁的换电的车永远都是可靠的，3分钟一台走的时候，你心中是有什么样的想法？还有一些同学在买车的时候说好了，长途咱们加油，城市咱们用电，结果车买回去之看，发现自己的车用电便宜啊，用电动力好啊，用电车内更加安静啊，于是呢，不得不每天都充电，长途高速公路上每隔100公里就想充一箱电，甚至还对外说我1年以加1箱油为荣。那如果都这样了，你为啥不去纯电呢？还有呢，就是雨雪天气，对吧？踩着又湿又滑的地面，拿着可能不怎么干净的充电枪，闻着充电场站奇怪的气味，下车拔枪、插枪、扫码，在扫码的过程中，可能还会遇到那个充电桩上有7、8个二维码，你压根儿不知道该扫哪个二维码。好不容易扫完码了，听到枪锁了，终于可以上车开始充电了。结果刚刚充电，充了不到5分钟，啪，充电桩跟车又断开了。你又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，赶紧又下车，把充电枪拔下来，重新插一遍，再次重复一遍扫码、等锁枪、等上功率的一个过程。隔壁的换电车已经走了。所以如果你不想你的体验是这样的，那我觉得30万到80万的预算你可以考虑一下蔚来，20多万的预算你可以看一看乐道，10几万的预算你可以看看今年12月21号 New Day 要发布的萤火虫，以及剩下的一些加入了蔚来换电联盟的车，可能从明年开始咱们陆续也就能见到了吧。智能电动车中电无疑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，而换电是唯一一个可以媲美加油甚至超过加油便利性的存在，好吗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、收藏、订阅懂买买。买买的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